干嘛这么神神秘秘的？我是不想让师傅听见。你有话要告诉我？你看，师傅一副神色不宁的样子，在房间里走来走去，好像有什么烦心的事情解决不了。你也发现了？这么说，姐姐早就看出来了。那你一定知道，师傅是在为什么事情烦心了？是，我请求师傅，可否放过石金天一条生路，饶他不死？原来如此啊！可是如今，我觉得我的想法太过于自私。这么说，石大哥还是不肯说出他为什么要帮助血玉观音？我拿剑指着他，他死都不肯说。可是，我总觉得石大哥他不会是个坏人啊。他帮着血玉观音，是我亲眼看到的，而且又是他亲口承认。这已经不是感觉的问题，而是事实。那姐姐打算怎么办呢？我会去告诉师傅，不要因为我放过石金天，因为就连我也不会放过他。姐姐，你一定要这样做吗？我不能因为自己的感情而去纵容一个恶人。如果他继续为恶，而我不杀他，那么又有多少无辜受害的人会因他而死？可是，你真的忍心杀了石大哥？杀了他，我比谁都难过，比谁都痛苦。不过，我已经决定，我杀了他之后，我该怎么做？姐姐，你想干什么？我现在就去告诉师傅，我会怎么做。师傅，有事啊？我是想来告诉师傅，不要再为我的事担心了。哦，是有关于石金天的事情。如果他在助纣为虐，帮助血玉观音，横行霸道的话，我想师傅不要再因为我对他网开一面，因为就连我也不会放过他的。师傅为了这件事感到心烦，让我觉得很惭愧。可是如今我已经想开了，我想师傅很明白我的意思，那么我就不打扰师傅了。姐姐，师傅，阿舍刚走，你又来了，你该不会也为了同样的事吧？可以这么说吧，只不过姐姐是为了石大哥，而我是为了姐姐。你为阿舍什么？师傅，你没有看出姐姐有些异样吗？她匆匆的来，匆匆的说，说完又匆匆的走了，你说这算不算异样呢？或许她就是怕师傅看出来，所以才会这样做的。这么说来，你是看出什么了？我认为姐姐对石大哥想要采取玉石俱焚的办法。没想到阿舍对于感情的事竟然处理得这么豁达，我反倒不如他了。师傅，您在说什么呢？哦，我是说，
罪魁元凶是血玉观音，只要除掉了血玉观音，石惊天又何必非死不可呢？主人，您找我。请坐。冷言不习惯。随你。我找你来是有件事情想要问你。主人，请讲。我问你，你跟在我身边这么久，在你的心目当中，我到底是个好人还是坏人？好人。那如果我告诉你，我的母亲就是江湖中人称血玉观音的女魔头，而我就是她的左右手，一个十恶不赦、助纣为虐的坏人，你会怎么想？夫人是何身份，与冷言并无关系。至于说主人是好是坏，冷言心中自有分寸。你仍然愿意跟着我，誓死追随。如果我让你去做那些助纣为虐的坏事，你也毫不犹豫？我相信主人是个好人，而主人交给我去做的事情，也一定不是坏事情。我没有什么可犹豫的。正因为如此，你让我很为难。冷言会有什么让主人为难之处？主人不妨直说，冷言一定做到。如果我让你去为非作歹，我于心不忍；如果让你保护我，你的武功又不如我，那你在我身边又有什么用呢？我不愿意在身边留个闲人，可是又不知道如何让你走，这正是我的为难之处。其实冷言也不希望因为自己使主人感觉到为难。或许冷言在别的地方更能使主人感觉到冷言的用处。我曾经说过，主人的要求我一定尽力达到。既然是主人要我走，那冷言就走。主人多多保重。好兄弟，你也多保重。多谢大哥来看我。看来在这里的日子，对你的帮助还不小。大哥说的是真的吗？我看到，你有点变了。哦，是变胖了还是变瘦了？都不是，是变得平静了很多。或许吧，不过我倒的确是看开了许多。看到你能有这个变化，而且又这么平静，我就放心了。多谢大哥关心。小妹，假如我不能经常来看你，你不会怪我吧？怎么，大哥要远行吗？啊，你知道的，主人经常东奔西跑的，也没个定处。大哥这么说就不对了。主人成婚在即，又怎么会有远行之举呢？我只是怕你怨我，所以让你有个心理准备嘛。总之啊，大哥只是要告诉你，大哥以后不在的时候，一定要自己照顾自己，懂吗？我知道。我就你这么一个妹妹，看到你好，我真的很高兴。多保重。你一直守在这儿。是的，夫人。
难为你了，谢谢。这是青云分内之事，不敢当夫人一个谢字。你总是任劳任怨。夫人何故叹息呀？你让我想起了今天。夫人想起今天什么了？他跟你一样，总是把所有的苦往心里藏。虽然他明明知道我就是血玉观音，可是他却隐藏不说。他很清楚我不希望他知道，所以他虽然知道了，可是却心甘情愿地继续假装下去，甚至还要容忍我的所作所为。面对这么一个爱我的好儿子，我是真该好好的想一想了。九明玄功，九明玄功。如果当初没有练它，我现在应该有一个很好的家庭。回想起来，他说的一点也没错。魔功，到底是魔功。它不但能毁人于无形，同时也能毁自己于无形。我练了它20几年，为了练它，我失去了多少，又得到了多少？这一切到底值不值得呢？你还来找我干什么？我说过，我再见到你，我会杀了你。我不是来找你的，我来找大师的。你找我师父干什么？我师父不会见你的，你走吧。阿弥陀佛。师父，这个坏蛋自己送上门来，你不要放过他。阿舍，来者是客，不得无礼。多谢大师。大师，我想和您单独谈谈。阿舍，你先避一下。师父。有什么事，现在你可以说了。我想问大师几个问题。请说，石头知无不言。我娘是否被大师所伤？是的。好，够干脆。那么我再问你，你和我娘是否曾是夫妻？不错。既是夫妻，你为什么不念夫妻之情，反而出手伤她呢？你应该明白我为什么要打伤她。难道你忘了曾经跟我说过的话？什么话？信与谅。夫妻之间的谅解，指的是生活上的小错，而你娘所犯的是罪大恶极、令人发指的大错。我还能够坐视不见，你不能把两者相提并论呢。标准是由你来定，话也都让你给说光了，我还能说什么呢？暂且搁下不提。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你是不是我的父亲？我离开你娘的时候，并没有你。好，换句话说，我不用仁慈的态度来对待你，我可以毫无顾忌。我娘被你所伤，我要为她讨回公道。你应该明白，你不是我的对手。就算我死，我也不能让我娘受到半点伤害。大师，得罪了。
小贝，冷言，我叫你走，你为什么不走？主人，我说过生死相随，主人能够顾及冷言的生死，那么冷言怎么能够自己逃走呢？你，小妹，你怎么来了？平静对某些人是福，对我可不是。没有你们，我岂能独活？好，那我们3个就一起死。阿叔，上！慢着，凭你们现在的功夫，绝对打不过我。还是回去练好了之后再来找我吧。你放心，有朝一日，我一定会回来向你讨回公道。你们还不快走！如果不是石金天手下留情，你绝对躲不过他那一剑的。我知道，只是我不明白，他为什么会对师父出手，而且下手是这么的不留情。他是为他母亲而来的。他母亲？不错，因为我打伤了他母亲。师父，你为什么要打伤他母亲呢？因为他母亲就是血玉观音。啊！师父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早在我为你上无痕山庄提亲的时候就认出他来了。那么师父为什么要放过他？我不是第一回放过他，当初在王正家里就放过他一次了。师父为什么要3番2次的放过他？难道他造的罪孽还不够深重吗？不，我之所以3番2次的放过他，实在有我不得已的苦衷。这也是我隐藏在内心里20多年的秘密。不过如今看起来，已经没有隐瞒下去的必要了。师父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其实血玉观音就是师父在未剃度之前的结发妻子白玉。现在你们应该明白为什么会放过他了吧？那么石金天不就是师父的儿子吗？不，我跟他娘分手的时候还没有他，否则今天他也不会跟我大打出手了。姐姐，至少你现在可以明白，为什么你一直逼他，他都不肯说出真相。石金天的立场也很为难。血玉观音既然是他的母亲，身为人子的他又能怎么样呢？师父，你能不能告诉我们，血玉观音，师娘，她为什么会练魔功，又为什么会误入歧途呢？当年我们2个是人人称羡的一对恩爱夫妻，我们都热爱武学，可以说是视武如痴。在一偶然的机会里，被我们发现了一本叫做《九明玄功》的秘籍，我们非常高兴，于是开始共同研习。可当我渐渐地发现，原来九明玄功竟然是一种邪功，所以我就断然拒绝地练下去，而且把它给埋起来。我原本以为事情到此应该结束了，可是没有想到，他竟然偷偷地把它给挖出来，而且开始钻研、修炼九明玄功里的邪门功夫。那师父又是如何知道师娘正在偷偷练九明玄功呢？既然称之为邪功，修习过的人自然与常人有异。我与他是夫妻，而且朝夕相处，又怎么会察觉不到呢？师父察觉到之后，又作何反应？当我知道了之后，非常生气，痛斥于他，而且要他立刻把秘籍给烧了。可是他却苦苦哀求我，我只好告诉他，如果他继续再练下去，我别无选择，只有与他断绝夫妻关系。可是到了最终，他还是选择了九明玄功。
而我只有拂袖而去。难道这一别就是20多年？不错，这20年来，我们始终没见过面，一直到王正家里，我们才再度重逢。那师娘有没有后悔过呢？他根本认为所有的过错都在我，有什么好后悔的呢？他认为师父错在哪里呢？他怪我不该不念夫妻之情，弃他而去。同时，他更认为我是出于嫉妒，才不让他修炼9名玄功。这不是强词夺理吗？师父，我不应该这样批评师娘。不，你说的没错。他的个性原本就倔强，再加上练了邪功之后，更变得偏激无理、冷酷无情。他为了怨我弃他而去，转而迁怒天下间所有薄情寡义的男人，而且根本不问事情的真相如何，全凭他个人的好恶滥杀无辜。师父既然已经放过他2次，那么这一次为什么又要打伤他？我曾经告诉过他，如果他再继续为恶，我绝不会放过他。当我知道他强掳幼童修炼邪功的时候，我就找上门去打伤了他。可是，当我要杀他的时候，才发现自己还是下不了手。师父一向慈悲为怀，更何况毕竟是夫妻一场。不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对他手下留情了。倘若他再度为恶，我一定会杀了他。你们一定会觉得奇怪，师父为什么突然变得如此坚决？其实，我是受了阿舍的影响。我不错，你能够抛开对石惊天的感情，而下定决心，如果他继续为恶，你一定会将他铲除。那么师父又怎么能不放下夫妻之情呢？看来石惊天，他是非死不可。为什么？既然师娘就是血玉观音，那石大哥就是善财童子了。那倒是不见得。白玉虽然冷酷无情，可是他却未必会让他自己的儿子替他做那些泯灭人性、丧尽天良的事。那么善财童子又会是谁呢？你们都忽略了一个人，而他极可能是真正的善财童子。是谁呢？郭放。郭放。你们有没有想过，郭放是怎么来到苦竹精舍的？因为他中了血玉观音一掌啊。不错，可是如今证实血玉观音正是他的师傅，那么这一掌岂不是挨得毫无理由？对呀。白玉不会毫无理由地打伤郭放，而郭放更不会毫无目的地来到苦竹精舍。那么他来苦竹精舍，到底有何目的呢？这一点我就不得而知了。不过当我知道他的师傅就是血玉观音的时候，我就开始对他起了疑心。难怪师父当时要赶他走，因为我不知道他包藏了什么样的祸心，预定了什么样的阴谋。只有把他赶走，才能把我们的伤害降到最低。今天你怎么了？究竟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会受伤的？我想替娘讨回公道。你去找石慕云，是他把你打伤的。石慕云，你居然敢伤我儿子！我跟你势不两立。夫人，您这是干什么？找石慕云算账去。不行，夫人，我求求您，我求您千万别去。我知道你是一片苦心，可是今天是为了替我讨回公道，才会被石慕云打伤的。我这个做母亲的，怎能眼睁睁地看着儿子受到伤害而不闻不问呢？我只关心夫人的伤没好，其他我什么都不管。如果连我自己的儿子都保护不了，
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哎，夫人，夫人！哎，师娘，不，别啰嗦，叫石慕云出来。石慕云，石慕云，阿弥陀佛。你别在那假正经假慈悲了。你以为几句佛言佛语就能弥补你的过错吗？想不到你这么心狠手辣，不但伤了我，还打伤了我的儿子。他究竟哪一点犯着你了，让你下如此重手？我原本并无意伤他，可是他一直苦苦纠缠，又打伤了阿舍，不得已之下，我才出手制止他。反正你总有借口。既然你承认伤了我儿子，我今天就替他讨回公道。动手吧！你有伤在身，何必勉强自己呢？你废话少说，你不是什么懂得怜香惜玉之人，何必假惺惺呢？你不动手，我动手了。你是不是旧伤复发了？不用你管。石慕云，我承认打不过你，可是你不要以为武功高强就了不起，就可以为所欲为。你可以弃我于不顾，你可以打伤我，可是你不应该打伤今天。你说我是无情无义的人，其实最无情的人是你，最没有人性的人也是你，因为你居然动手打伤了你的亲生儿子。今天是我亲生儿子。不错，他是你的亲生儿子。怎么样，我就不告诉你。现在你打伤了他，你后悔了吧？想不到吧，在你当初离开我的时候，我就怀了他。这个消息对你来说，算不算是晴天霹雳啊？你为什么瞒着我？你认为像你这样抛妻弃子的人有资格知道吗？你走吧，我希望你回去之后能够改头换面，重新做人。就算不为了你自己，也为了今天。你少装慈悲了。今天你放了我，他日我可不会放过你。我会继续练9名玄功，直到能打败你为止。哼！青云，夫人，替我把郭放找来。夫人，夫人受伤之后，郭放就失踪不见了。现在他在什么地方，没有人知道。简直白疼他一场。毕竟不是自己的亲生骨肉，一点也靠不住。石墨云，你真是让我尝透了众叛亲离的滋味。夫人，你放心，石墨云一天不死，我一定会撑下去。我打伤的竟然是自己的儿子，没有想到上一代的恩怨会造成这样的结果。今天，这对你实在不公平，爹对不起你。师父从来都没有那么久不回家过，你也开始担心了。想必师父一定正在老禅师那儿受折磨。那么这件事情一定是非同小可了。师父这个人就是这样，越大的事情他越不肯说，我们要帮忙都不知道该怎么帮。
姐姐，你不要哭啊！我们已经帮不上师傅了，就更不要让他为我们担心。我也不知道，最近我到底怎么搞的，眼泪越来越多，我也开始越来越讨厌我自己。姐姐，你别这么说，你记不记得师傅曾经说过，能哭出来也是一种幸福呢？阿德，你去哪里？你在这里等着吧，我去给师傅做点好吃的东西。阿德，难道你舍得师傅回来的第一眼没有看到他吗？让师傅回来就有东西吃，给他补充营养，比第一眼看到他更重要。有道理。那么我陪你一起去。姐姐，你就留在这里等师傅吧，让他第一眼回来，就可以看到有亲人在关心他。好，我留下来等他。夫人，擦擦汗。感觉好多了吧？再调息个1、2次，应该就没什么事了。啊，那就好。这一次，可真是苦了夫人了。这点苦算得了什么呢？其实这2天来，最苦的，就是我这颗心了。夫人何必长吁短叹呢？等夫人养好了伤之后，一定有办法去找石慕云报仇的。你错了，我叹气的原因，并不是为了报仇，而是我已经没有了报仇的念头。难道夫人不想出这口怨气了？这2天，我经常打坐调息，心中毫无杂念，反而悟透了很多事情。啊，不知道夫人悟透了什么？这20年来，为了9名玄宫，我几乎耗尽了一生精力，到头来，却是一场空。夫人，夫人千万不要气馁。只要夫人，你不要骗我了。难道我不知道自己资质受限，根本无法大成吗？夫人，我这一生总是喜欢跟自己过不去。我不相信有做不到的事，可是事实证明，很多事情是无法勉强的。不管你再怎么不认输，到头来还是无可奈何。我这2天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。为了练功，我牺牲自己一生的幸福，到底值不值得？值不值得，很难有定论。任何事情，只要是心甘情愿，就算不成功，也是值得的。倘若终其一生，换来的只是一场失败，那也值得吗？当然值得，因为人生在世，为自己做的事实在太少了，远不如为他人而活来得多。你呢？曾经为自己活过吗？我一直为自己而活，无怨无悔，因为这是我最喜欢的一种选择。难道你从来没有做过后悔的事吗？如果我曾经后悔的话，就表示当初我的选择根本就是一种错误。这么说来，我练武之事确实是错了。
夫人真的后悔了？不错，我是真有点后悔了。我原先以为石慕云他不让我练功，是出于嫉妒。他要废去我武功，是不念夫妻之情。现在想想，我真的是大错特错了。他不让我练，完全是出于一片善心，不希望我增添杀孽。他有什么错呢？是我自私的想在武学上登峰造极。他一再忍让，不肯对我下毒手，就是因为我是他的妻子。而我呢，如果顾念夫妻之情，又怎么会固执至今呢？夫人不必如此自责。练武之人，谁不想登峰造极呢？倘若当初石慕云能够循循善诱，夫人也不会像今天这样了。这也不能全怪他。当时我已经沉迷了，不管是谁，都不能让我回头的。这一次如果不是因为我已受伤，有机会自省，我看我到现在还不会彻底醒悟的。夫人真的愿意放弃练功了吗？再练下去又有什么用呢？我已经因为练功而失去了丈夫，我不能再因此而失去我的儿子。不会的，今天他一向孝顺，不会弃夫人于不顾的。就是因为他孝顺，我才更觉得惭愧。他为了我，宁可牺牲自己的性命，甚至连爱情都可弃而不顾。他嘴巴里不说，我心里当然明白。他会这么做，并不是因为心甘情愿，是因为我是他的母亲，他不得不袒护我而已。如果我还不能醒悟的话，总有一天，他们会父子相残。到那个时候，我的罪孽就更深了。夫人想的太多了。我怎么能不想？你不觉得吗？这几天，他常常不言不语，对我也越来越冷淡。他明知道我有伤在身，也不肯多抽些时间过来陪我。每天早上，虽然他固定过来请安，可也总是不发一言，看看我就走。他越是这样，我就越心疼。夫人太过多心了。我想，今天是因为伤势还没有完全复原，所以想多点时间去做休息。等他伤好之后，他一定会有所改变的。你不要再劝我了。我自己的儿子，我会不清楚吗？今天一向高傲，这一次他败给石慕云，一定心有不甘。我怕再这样下去，他会越来越孤僻，甚至……夫人，请放心，青云会慢慢的开导他。说真的，我们母子俩还真多亏你照顾。夫人一向没把青云当外人看，青云感激不尽。说实在的，这些日子也说不上谁照顾谁。如今，我只希望无痕山庄能够尽快的恢复往日的光景，夫人也就不必这么烦心了。但愿如此。你来了，有事吗？我想来看看你练功练得怎么样了。九名玄功的确与众不同，难怪世人都想得到他。他实在是非常的巧妙，非常的阴毒，非常的刺激。他虽然让我血脉奔张，
但却畅快无比，舒服啊，舒服啊！对了，我倒忘了问你，你为什么这么急的想要知道我练功的情况？难道你不认为我该适时的了解一下你练功的进展吗？是吗？我认为情况应该不会这么简单。你也不必想得太过复杂。怎么？是不是师父又有什么举动、什么言辞刺伤了你，让你感觉到了危机？所以，你希望我能够早日练成，然后帮你除掉你的心头之恨。石暮云，看你的眼神，我该是说的没错。哎呀，这聪明如你也是为为情所困。不过，我倒是非常欣赏你对师父的那份痴情。要是换成我是不会忍在心中20年也不对一个人表白。这是我的事，跟你无关。你只要替我杀了石暮云就行了。这一点，你该不会后悔吧？你救过我，又给我9名玄功，帮你做这点事是应该的，也不用担心我会后悔。那就好。看来你的9名玄功很快就可以冲破第9重。我等你的好消息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嘘，你不要这样大声嚷嚷，免得让师傅听到了。哦，阿德姑娘，啊，城里面这3天连续发生幼童失踪的事，我想一定是血玉观音又犯案了。哎呀，这下可糟了！如果让师傅知道的话，师傅一定不会放过师娘的。那就不要说了。哎，不过你要特别小心，不要说溜嘴了。放心啦。他的伤还没好，这么急着练剑，恐怕更难复原了。主人心情烦躁，剑法杂乱，他只是在抒发自己心中的烦闷而已。大哥，我们能不能想个办法帮帮他呢？石头和尚武功高强，和你我3人之力都不见得是他的对手，还有什么办法可想呢？但是我们不能看他如此消沉下去啊！你还是那么关心他了？我当然关心。真的只有关心吗？大哥，经过这段日子的静静思考，我觉得你说的话有道理。爱一个人，不一定要完全占有，能默默守在他身边，也未尝不是一种幸福。你能够从痛苦当中解脱出来，我为你感到高兴。主人，主人，要不要紧？您休息一会儿吧，以免牵动伤口。死不了的，您这是何苦呢？是啊，我这是何苦呢？我就算再怎么练，我还是打不过石头和尚。不管再怎么练，我还是他手下败将。嗨！
今天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我不止一次跟你说过，对一个用剑的来说，剑就是他的生命。除非人死了，否则人和剑是永不能分开的。你现在连剑都抛了，是不是代表你的人已经死了呢？虽然我的人还没有死，不过我的心已经死了，而且是彻底的死了。你的心为什么死了？娘说过，失败的结果就是死亡。我现在输给了石头和尚，不就跟我死了一样吗？娘也败给了他，是不是娘也该死呢？今天我当初那么教你，主要的是要激励你奋发图强，并不是真的要你为失败而死。其实人的一生中，一定会遭遇到很多失败的。只要你能从中汲取教训，努力向上，一定能反败为胜的。反败为胜，谈何容易！我即便再练10年，也不是他的对手啊！娘已经决定，从此放弃练功了。不，那么我们跟石慕云就再也没有冲突了。你跟他也不必再为敌，自然也没有胜败之分了。败就是败了，倘若我就此收手，我岂不是一辈子要受他屈辱？我宁愿战死，也不愿苟且偷生。你可不可以为了娘，放弃这段仇恨呢？不行。今天我恨了他20几年，都可以放弃这段恩怨，为什么你不可以呢？正是因为他让娘受了20几年的屈辱，他让我母子受了那么多的苦，我才更不能原谅他。今天娘，你不用劝我了，别的事情我可以听你的，唯独这件事，我是绝对不会放弃的。可是他是我的仇人，是我一辈子不能忘记的仇人。对了，您教我9名玄功嘛，这样我就能做一个真正的人了。夫人，青羽在。把密室封了吧。姐姐，姐姐，哎，你怎么这个时候回来？
师傅呢？师傅上山采药去了，我特地利用这个时间来找姐姐。看你慌慌张张的样子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啦？姐姐，城里又有幼童失踪了。什么？难道又是师娘所为吗？那些幼童都是子夜时分失踪的，依常理推断，应该是师娘不会有错。哎呦，这该怎么办呢？阿德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所以才来问姐姐。哎呀，这师娘真是的，为什么就是不肯改过向善呢？我担心她已经走火入魔，恐怕无法自拔了。师父已经说过，他绝对不会再宽恕师娘。如果让师父知道这件事情，师娘就必死无疑了。我也是这么想，所以才不敢去告诉师父。石今天也真是的，他为什么不劝师娘不要再作恶呢？难道他不知道这后果有多严重吗？石今天根本已经丧失了理智，我担心这些问题他都不会去想的。姐姐，你要上哪儿去啊？我要去无痕山庄，找石今天好好谈一谈。你觉得这样管用吗？就算没有用，我也要去试试。我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师父他们夫妻俩互相残杀吧？你来干什么？你认为呢？我们之间已经毫无瓜葛了，我实在想不出你来找我的理由。你是想不出来，还是根本不去想？如果你是来跟我讲道理的，请恕我不能奉陪。石今天，你太傲慢无礼了。我的个性你非常清楚，又何必大惊小怪？既然你这么说，那么我就不客气了。我问你，你为什么不阻止你娘继续残害幼童呢？谁告诉你的？城内接连3天以来，都有小孩失踪，难道不是你娘所为吗？若不是看在往日的情分上，光凭你如此妄自揣测、诋毁我娘的清誉，我就对你不客气。你敢！我虽然不是石头和尚的对手，但要取你的性命，还是易如反掌。你太傲慢无礼了！你如此诋毁我娘，难道我还要对你以礼相待吗？你是说这件事情不是你娘做的？我娘伤势还没有复原，她如何练功？再者，我娘把9名玄宫的秘籍都给烧了，她要那些孩子干什么？你说的是真的？我不需要跟你多做解释，我又何必骗你？不过有句话，我倒是愿意事先告诉你，就是我娘虽然已经放弃了报仇啊，但是我对石头和尚的恨，并不可能因此而消除。我迟早要让他死在我的剑下。石今天，你是不是疯了？难道你不知道我师父就是你父亲吗？娘，娘，你老实告诉我，我和石头和尚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你说话啊！他是你爹。不可能，他绝对不可能是我爹。是真的，娘没有骗你。娘，娘，你是骗我的，对不对？今天，娘真的没骗你。不，你骗我，你肯定是在骗我的。娘，我求求你告诉我，你是在骗我的，好不好？今天是娘对不起你，
以前我因为恨他不让我练邪功，所以一直记恨之剑。这些年来，我一直欺骗你。你爹他并不是个抛妻弃子的男人，所有的错都是因我而起的。娘对不起你。不，娘没有对不起我，是她对不起我们母子。今天，一切全是我的错。我不是个好妻子，我更不配做个好母亲。我错了，都是我的错。不对，娘没有错。娘永远是我心目中的好母亲。错在她一直跟我说，做夫妻的要有性与量，可是她一件也没有做到过。是她不对，是她害了我们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她的。今天，你真的错怪他了。他确实是一个好丈夫，而且他也做到了护信护量。他一直相信我会痛改前非，所以好几次他都不忍废我武功。是我不能体谅他的苦心，才会有今天这个下场。娘，你不必为他多做解释，反正我是不会认他这个爹的。而且总有一天，我要让他为今天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。今天，你明知道他是你的父亲，你还要杀他？不错，倘若杀不了他，我宁可死。你这个不孝子！你不要难过，我去劝劝他。报应，真是报应。这些年来，我害了这么多孩子，现在轮到我自己的孩子来折磨我，报应。真是报应！石今天，你站住！你最好离我远一点，否则我对你不客气。就算你杀了我，我也要说。我跟你无话可说。你娘已经把事情解释清楚了，为什么你还不肯认你爹呢？我凭什么要认这个爹？20几年来，他从来没有尽到过做父亲的责任，甚至于在我问他的时候，他都不承认有我这么一个儿子。如今我为什么要认他？师父在离开师娘的时候，也不知道她怀了3个月的身孕，你又怎么能够怪她呢？身为人夫，连自己的妻子怀孕他都不知道，难道他没有错吗？就算有错，也是无心之过啊，值得原谅才对。无心之过。如果他肯多花点时间在我母亲身上的话，我就不必忍受这20几年没有父亲的日子了。你就是为了这个原因，才非置他于死地不可吗？当然不止这一点。他不但让我20几年来饱受了没有父亲之苦，还让我受尽了屈辱，如今又让我母子遭到如此的伤害，我是绝对不能原谅他的。你就不能为你母亲委曲求全吗？不能。石今天，你口口声声说要尽人子之孝，如今你这么忤逆你娘，这算是尽孝道吗？哼，我可以为我娘尽孝，但是，并不代表我一定要认他这个爹。诸佛菩
我现在究竟该怎么做呢？若是杀一恶人能救千百万生灵之时，你也持戒不伤。倘若如此，弟子定当竭尽全力度化于他。倘若他不为你所度，而你又眼见他将要杀害千万生灵之时，除非杀他之外不可，你到底是杀还是不杀？这杀是不杀？白玉，你是我心爱的妻子，我怎么忍心对你下手呢？可是，以你如今的所作所为来看，分明是杀孽深重，不知悔改。虽然说我因慈悲为怀，度化于你，但为救众生，我却不得不以杀止杀。白玉，你可不要怪我。石慕云，无痕山庄不欢迎你，请你出去。你不配跟我说话，快叫白玉出来。你说什么？我不配跟你说话？哼！你知不知道，这些年来是谁在尽心尽力照顾你的妻子，又是谁在孜孜不倦地教导你的儿子读书识字？哼！这些事全是我宋青云一个人在做，我为什么不配？你又凭什么说我不配？你当然不配，你有何面目要我感激你呢？你帮着白玉残害幼童，修炼邪功，你这是照顾他吗？你教今天读书识字，却不教他明是非辨善恶，甚至比不上那些目不识丁的无知幼童，至少他们懂得好坏之分。好，那么我想再请教：身为人夫，没有尽到做丈夫的责任；身为人父，没有尽到教导子女的责任，这又到底是好是坏呢？妻不贤，子不孝，的确是我责无旁贷。这也是我今天来的目的。你打算怎么样？因为我夫妻失和，导致多少人无辜丧命，除了以死赎罪之外，我还能做什么打算呢？一切祸源都是因你而起，你当然是死有余辜。但是夫人却罪不至死，杀人者死，这是千古不灭的定律。你纵然巧舌善辩，也无法替他脱罪。石慕云，你曾经说过，只要他痛改前非，一心向善，所有的罪孽都可以一笔勾销。如今他已经做到了，为什么非死不可呢？如果他真的有心改过向善，又怎么会继续杀人呢？哼，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夫人这几天天天守在家里，什么时候出去杀人了？好了，青云，不必跟他解释。在他眼里，我根本是十恶不赦，就让他杀我好了。夫人，不错，人全是我杀的。你真的一点后悔之意都没有？我说过，我做的事我绝不后悔。如果一定要有的话，我只后悔我自己为什么身为女人。如果我是男人，我就能冲破9名玄功第9重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一定要你死于非命。原来你恨我如此之深。我这一生全是你害的，我能不恨你吗？你为什么永远只懂得责怪别人，而从来不知道反省自己？是谁逼你练邪功的？谁逼你残害幼童的？是你。
我？为什么是我？如果当年你烧毁秘籍，我就无法修炼；如果你狠下心来，废了我武功，就不会有这么多人死于非命。连这一点你也怪我？难道你一点责任都没有吗？哼，生杀大权全在你手上，我有什么责任呢？照你这么说，确实是我错了。你终于肯认错了？不错，那你呢？除了听凭你处置之外，还能怎么样？好，今天就让我来弥补一切的过错。哎，住手！你要干什么？不得对你爹无礼。娘，他居然狠下心要杀你，你为什么替他说话？不错，夫人，像他这样的人，根本就不值得原谅。我就不相信他一点都看不出来，夫人是有意求死，所以才故意激他出手的。娘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这一切全是因为我而起的。我只有一死，才能解除你心中的仇恨。娘，你为了这个理由而死，你叫儿如何能活？你为什么不肯相信他已经痛改前非了呢？你为什么不愿意给我们母子留下一点余地呢？难道你非要把他逼死，你才肯罢手吗？你知不知道，他为了怕我找你报仇，把他追求一生的武功秘籍都给烧了。你知不知道，他为了我不肯认你，20年来第一次出手打了我。你知不知道，我娘为你吃了多少苦，受了多少罪？不要再说了。为什么不让我说？你不是让我认这个爹吗？我要明明白白的告诉他，他有什么资格做我的爹？你只知道怪罪他残害无辜，可是你又为他做过些什么呢？你明知道他好胜心强，可是你偏偏又不愿意好言相劝，你让他如何能够回头？好，他现在好不容易愿意痛改前非了，可是你偏偏又不愿意相信他。我现在总算知道，我娘当初为什么那么恨你，完全是因为你是一个霸道无理、独断独行的人。我还要再问你，我娘在雪地中生产，自己咬断脐带，差点被饿狼吞噬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？我娘从小就跟我说，你是一个抛妻弃子的负心汉。我也一直以为我娘恨你入骨，可是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才发现，我娘每逢初一都会在院子里烧香祭拜，恳求苍天保佑你的平安，而且还泪流满面的轻唤着你的名字。我娘对你如此痴心，你呢？你的心在哪里？不要说了，我求求你不要再说了。让他说，我倒要看看我的儿子究竟对我有多少抱怨。我对你的抱怨，犹如满天繁星，数也数不清。好，现在轮到我来问你，就算我再如何对不起你娘，那也是我们夫妻之间的事。什么时候轮到你这个做儿子的来数落我的不是？我一直认为你是个孝子，所以无论你多么孤傲，我依然对你没有产生反感，因为你除了孝顺，还是个重情重义的人。可是现在你的表现却让我非常失望，因为你若真懂得尽孝，又怎么该如此数落自己的父亲？
如果你真的重情重义，又怎么会以偏概全，如此偏激？一个有子却不知、有妻却不顾的人，还有什么颜面在这里大谈道理？今天不可以再批评你爹。娘，你就算打死我，也改变不了我对他的看法。他对我们母子所造成的伤害，除非用他的生命来偿还，否则我是不会原谅他的。你这样批评自己的父亲，你不怕天谴吗？就算我下18层地狱，我还是要说。好，倘若只有杀了我，才能泄你心头之恨，那么我就让你如愿。你动手吧。今天，不可以！阿舍，既然你这么没有人性，我要你这种儿子又有什么用？申不远，你敢伤我儿子！师父！这么多年了，你一直把他藏在身边，为什么你不让我知道？为什么你要让我白白恨你20几年？你说话呀！你明明对我不能忘怀，却一直不肯告诉我。如果你早告诉我，又怎么会发生这么多的不幸？白玉，我对不起你。不，你没有对不起我。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。你们父子2个简直是一个模样，总是不肯明白表达自己的心意，总是喜欢把真正的意思放在心里，不肯说出来，总是以为对方会了解你在想什么。你知道吗？虽然我们是夫妻，可是我不一定完全了解你心里的话呀。你说的不错。当初，如果我明白地表达心里的意思，也不会有今天这个局面。我们朝夕相处，我怎么完全体会不到呢？每天早晨，你就是用这把木梳替我梳头，这份柔情，我怎么可以完全感受不到呢？沐月玉，我对不起你，都是我的错。白玉，这些日子，你知道我是怎么过的吗？我表面上恨你、骂你，可是我每骂你一次，心里对你更多一份思念。
我越是思念你，我心里就越恨你。我真是活得好苦，好苦。我知道，我完全都知道，因为我跟你一样的苦。当我们分手之后，我整个人像疯了一样到处找你，最后我只好投身军旅，以冲锋陷阵来发泄我的情绪。最后，我终于出家了。我对不起你，黛玉。真是感人呐！我原本以为师父只会杀人，没想到也有温柔的一面。郭放！郭放，你太放肆了！师父，你可千万别生气，我可是特地来替你报仇的。等我待会儿杀了那个臭和尚，你还要谢谢我。我不准你杀他！你凭什么不准？我叫你声师父是给你面子，你别不识抬举。大胆！倘若我不够大胆，又怎么敢偷偷的瞒着你修炼9名玄功呢？原来最近幼童失踪的事全是你干的。不错，只怪你太过愚蠢，才会错怪你那可怜的妻子。你不要太过嚣张狂妄，就算你邪功练成，我依然可以收拾你。你现在可是有伤在身呐，恐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吧？你不妨试试。夫人，白玉，师傅，郭放！郭放，你要杀的对象是石头和尚，为什么要打伤夫人呢？你少废话，否则我连你也不放过。这些人，通通都得死！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话呢？难道你忘了，夫人对你有养育之恩呢？养育之恩？我怎么敢忘记他对我的恩惠呢？既然没有忘记，为什么还要想杀夫人呢？你认为我不该杀他吗？他教我武功的目的，不过是叫我帮他杀人，我只是他杀人那个工具。这种恩情，我该如何偿还呢？是谁让我跟父母分开？是谁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？就是你，夫人。如果不是你，我不会在我5岁那年就跟我父母分开。如果不是因为当年你练功受伤，我能活命吗？你知不知道？每当我看你在吸取幼童精血的时候，我的心就如同刀割，因为我也曾经跟他们一样，差点就成为你练功的牺牲品。你说我能不恨吗？这些年来，我对你尽心尽力，几乎把你当成真正的母亲一样看待，而我得到了什么？只有是今天不在的时候，我才能得到那么一点点母爱。再加上你的个性阴晴不定，难以捉摸，我日日夜夜都活在恐惧与害怕当中。你说我应不应该恨？应不应该杀你？不错，你确实应该为自己报仇。不过这是我们的私人恩怨，你可不可以不要迁怒其他人呢？你说的倒轻松，我杀了你以后，他们会放过我吗？我保证，他们不会找你寻仇。哼，你以为我会相信你说的话？
等这个臭和尚伤势好了，他们父子怎么不会对付我？所以我要先下手为强，一绝后患。你白玉，不要向他求情。我虽然有伤在身，他未必杀得了我。好，我就让你死得心服口服。国放，要杀师傅就先杀我！国放，娘，夫人，只有我知道九明玄宫的罩门所在，你认命吧。娘，夫人。娘，娘，娘，夫人，是我害了你，我对不起你。你什么都不用说，我心里非常明白，你为我们做了这么多，我不会怪你。夫人，我死了以后，请你好好照顾青田。我会的。今天，你也要替娘好好照顾清源。我们母子欠他的实在太多了。我知道。暮云，白玉，你要原谅景天，他是个好孩子，你只要给他一点时间，他一定会认你的。我知道。今天，娘，这是娘最后的心愿，你答应我好不好？娘，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。今天，你真的要娘死不瞑。白玉，你别碰我娘！我娘被你害得这么惨，最后还要为女儿送命，我是绝对不会原谅你的。师父。